我們80年代人是出生在類比時代的尾聲，成長在數位爆發的浪潮，是世界上最後一批數位移民。這44年的時光，不只是我個人的足跡，更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生命史詩。現在，請跟着我一起回首這段跨越40載的共同回憶。在進入正題前，大叔想耽誤大家一點時間。制作這類深度的歷史專題真的非常耗費心力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，歡迎帶一組大叔規劃的 LINE 貼圖回家，或透過資訊欄連結小額贊助，請大叔喝杯咖啡。你的每一分支持都是我持續還原真實歷史的最大動力。現在就讓我們翻開這頁沉重卻又充滿希望的歷史篇章。1982年，我來到這個世界。那年，國際科技界發表數位 CD， 預告光學時代臨近。但在台灣家裡，陪伴我成長的是那不斷轉動的卡式錄音帶。我還記得那種時代特有的摩擦聲，以及用鉛筆捲回磁帶時機械運作的踏實質感。那是我們這代人生命最初的背景音。1983年，那年任天堂發表了紅白機。雖然當時的我還完全不懂遊戲，但這台紅白相間的機器卻悄悄地定義了我們這代的娛樂童年。1946年，4歲的我，當時連字都還認不得幾個。但那些印刷模糊、帶着油墨氣味的盜版漫畫，早已在台灣街頭隨處可見。我看着封面《七龍珠》與《聖鬥士星矢》熱血的形象，幻想自己也能披上聖衣，或集齊珠子實現願望。1988年，我依稀記得那天午後，家裡彩色電視的主播換上深色西裝與黑衣。畫面配色也為了致哀變得嚴肅單調，播報着中華民國蔣經國總統逝世的消息，莊嚴又不安的氣氛讓全台灣地區仿佛徹底安靜下來。那種全台沉靜的氣氛，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。傷心欲絕的民眾，國防部女青年工作大隊的隊員，24小時的輪值才使得瞻仰的行列順利進行。前2天天氣寒冷，國安會秘書長蔣緯國將軍特別主1989年，台灣首座大型地下街商場在火災中付之一炬，看着承載繁華記憶的家鄉地標化作煙消，心中有種說不出的失落。同年，台灣股市衝破萬點，那種街頭巷尾都在討論股票，充滿機會卻帶着變動的氛圍，是我對那個年代最深刻的記憶。這年，國際大事就是柏林圍牆被推倒，那是我們第一次親眼見證時代巨輪轉動的軌跡。原來這世界的熱鬧與哀傷是可以並存且如此劇烈的。1990年，放學後的救贖就是守在電視前看魔動網。那時候常和同學在空地地畫着魔法陣，模仿大喊召喚咒語，幻想駕駛機器人拯救世界。同樣在那年，國產遊戲里程碑《軒轅劍》1代問世。1991年，世界激烈动盪，蘇聯解體了。
我看着教室牆上那張原本大片紅色的地圖，老師指着說：“那個強大的國家消失了，地圖又重畫了。”国小的我，最期待每周末全家人端着飯碗，坐在電視機前，等着那些美劇片頭配樂一響，心跳就會跟着加速。从越战退伍的英雄，他们向往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涯，不愿受到拘束。他们冒险犯难，解决困难，只要价钱合适，谁都可以请他们去卖命。但是他们也常毫无代價的为正义而戰鬥，所以他們組成了天龍特工隊。霹靂車，尖端科技的結晶，是一部人性化的萬能電腦車，出現在我們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，刀槍不入，無所不能。1993年，全台瘋傳世界級巨星 Michael Jackson 首度訪台的消息，震撼台北的巡演，讓世界級規格走入我們的視野。的從地下停車場出入，搭乘一輛白色的凱迪拉克禮車前往市立體育場。而 Michael 不僅嘴角露出微笑，他同時還跟工作人員打招呼。而在體育場方面，下午已經有許多工作人員進場忙碌，包括打塔人員測試。但那時我還沉浸在《魔神英雄傳》龍王號與孫達路的冒險中，手舞想象中的劍，模仿熱血必殺技。1994年，這年全台灣小孩都在模仿金剛戰士變身姿勢，那是進入青春期前最後時遊戲界震撼彈 PlayStation 在日本問世。雖然台灣還沒有代理，但那台灰色主機與水貨商的天價，早已成遊戲雜誌與小賣店的傳奇。すべてのゲームはここに集まる。ゲームの塊プレイステーション出た。同時，《軒轅劍2》帶領我們進入了更完整的水墨仙俠世界，那是國產遊戲最輝煌的時代。
1995年，那年台灣實施全民健保，醫療體系的變革給了社會一份安定。在桃園市中正路天地大樓舉行掛牌儀式。北區分局服務的區域包括桃園縣、新竹縣以及苗栗縣，而東區分局下午也在花蓮成立。健保局表示，25號以前，中南區及高屏分局都將掛牌成立，全省共有6個分局，各分局將直接授。在國產遊戲世界中，國產雙劍迎來了巔峰時刻，《仙劍奇俠傳》與《軒轅劍外傳：風之舞》同年問世。此時，我們下課最期待的就是電視裡播放着閃電霹靂車、阿斯拉衝過賽道終點的轟鳴聲，填滿了我們的課後生活。那些日子，我們雖被課業壓力追着跑，但只要回到劍氣與機關的虛擬世界，我們就是自己生命裡的英雄。那種單純的快樂，是現在高效能大作難以複製的靈魂悸動。也是我們最早的數位避風港。1996年，中華民國首屆總統直選見證歷史轉折。2次來台的 Michael Jackson 來到我的家鄉，看着巨星在體育場燈光下舞動，那種自豪感記憶猶新。這次的巡迴演唱預計在國內時間8天，總共將進行台北跟高雄等3場演唱，預計到時候將近有10萬名的歌迷將到現場觀賞邁克·傑克遜的演出。遊戲界也迎來變革，《惡靈古堡》殭屍回眸一笑的恐怖畫面，成了我們共同的午夜驚魂，開啟了生存恐怖類型的認知。1997年，這一年，台灣社會充滿了激烈的不安與歷史轉折。白小燕命案震驚全台，那種全民屏息、充滿恐懼的社會氛圍，深刻烙印在我的記憶中，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現實世界的殘酷。這宗號稱台灣治安史上贖金要求最高的綁架案，再加上被害人是國內知名的藝人，不管是治安單位或是媒體大眾，對於這個案子都相當的重視。幾乎所有的媒體記者都日夜守候在林口分駐所，好掌握最新的消息。同年7月，我看着新聞播報香港回歸，一個時代宣告終結。
而在這沉重氣息下，華視播出了《灌籃高手》，迎來動畫完結。湘北的熱血與直到世界的盡頭旋律，成了我們逃避現實分憂、尋找夢想的慰藉。1998年，網絡世界在台灣引爆，我們成了第一代探索虛擬邊疆的開拓者。我習慣了撥接時那段尖銳、斷斷續續，像跟異世界通靈的連線聲。為了上網，每天都在跟家人爭奪電話線權，被父母責備占線也都無所謂。這也是我們這代人學習與新科技共處。我們在狹窄的頻寬中，窺見了資訊爆炸的微光，那種跟世界同步的渴望，引導着我走向更寬廣的未知領域，成了我這一生追逐新勢力的原動力。1999年，那年深夜，地動山搖，921大地震成了台灣這代人共同的傷痛。在那場浩劫中，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大自然的無常，也看見大家在黑暗廢墟中互相扶持重建的背影。斗六是一棟棟鋼筋結構的高樓，此刻卻像積木般的脆弱，到處呈不規則堆積。有的大樓傾斜，而畫面上這棟大樓根本已經攔腰折斷。氣絕，天亮之後，救援人員更加快了救援的腳步，搶回一條條寶貴的人命。只希望趁天黑以前找個今晚暫時的避難所，至少一家人安好。比起那些3樓的弟弟，20歲的孫啟光，他不但自己走了出來，還向台北市副市長歐進德說自己是被壓住的幸存者。20分鐘後，11點35分，25歲的哥哥孫啟峰也平安脫困獲救，現場響起了如雷的掌聲。2000年進入千禧年，周杰倫首張專輯顛覆流行樂壇，而在網咖裡，全都是《暗黑破壞神2》，讓人廢寢忘食的刷裝聲。那時，我們覺得只要努力付出，夢想與神裝都唾手可得。那時單純的拼勁，回想起來依舊耀眼。這種對成就感與獲利的追求，也在刷裝過程中化作職場拼搏的動力。那是我們這代對遊戲浪漫，也是對成功最早的渴望。2002年，全球最賣座主機 PS2 正式在台上市，買氣創下紀錄，就連搶匪都想瞄準這台黑色主機下手。那種全台瘋狂、一機難求的集體焦慮與期待，是點點滑鼠就能宅配的現在無法取代的感動。那是電子遊戲從次文化成為全民運動的轉折點。這台機器開啟了我們新世界，讓我們對影音極限有了全新定義。2003年，口罩第一次成為生活必需，SARS 恐懼籠罩全台。我看着新聞裡和平醫院封院的慘烈畫面，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傳染病對文明社會的威脅。2003年4月24日是台北市和平醫院最長的一天。SARS 疫情擴散，有7名醫護人員疑似遭到 SARS 感染，政府召開緊急會議，決定封院。宣布關閉的消息來得突然，醫院員工、病患家屬幾乎是用逃得出來，還是有人選擇跳窗離開，不願意被隔離。2004年。
2005年，我進入魔獸世界壯麗的大陸，那是線上遊戲的巔峰。這個虛擬世界的寬廣，讓我對探索未知有了更具體的實踐。從此，我們的生活不再局限於實體，而是在兩個世界間切換共生。這份數位軌跡成了我們這一代最獨特的生命記錄。它不只是一場遊戲，更是我們社交模式轉型的開端。在多年後，依舊是記憶中最深刻的悸動與回憶。2008年這一年，網絡社交發生了徹底的革命 ，Facebook 正式在台灣地區上市。我們開始習慣在塗鴉牆上分享生活，玩起開心農場偷菜。原本分散的交友圈被重新緊密連結在一起。這種新形態的數位社交，徹底改變了我們與全世界的溝通方式，也讓我們開始意識到數據與隱私的重要性。同時，這也是智慧型手機浪潮的前夕，資訊不再是單向傳播，每個人都成了內容的創造者。2014年7月31日週四23時55分，那是所有高雄人都無法遺忘的深夜，發生了震驚全台的高雄氣爆。深夜的爆炸與火光，撕裂熟悉的街道與無數家庭的平靜。2015年6月27日20時32分，這一年夏天的一場彩色派對，卻成了全台最心碎的噩夢。8000塵爆的慘劇，火光瞬間吞噬無數年輕夢想。2016年，這一年，全台陷入了史無前例的 Pokémon Go 抓寶狂熱，街頭巷尾不分老少，都低頭捕捉虛擬寶可夢。這不只是遊戲，更是擴增實境技術正式入侵現實生活的集體實驗。手中的熒幕成了通往幻想世界的入口。60幾隻，這邊寶貝很多。真的一起進化了嗎？真的進化無上限。2018年，他因為6隻手機紅到國外，隔年還因此拿下手機代言，有業者贊助，數量也從21隻暴增到72隻。SARS 一層一層手機。2017年，台北市大運的舉辦，讓整個島嶼再次沸騰。我記得開幕式那天，陳金鋒揮棒點燃聖火的那一刻，全台靈魂仿佛都被點燃。看着年輕運動員在自己家鄉奮力一搏，創下金牌紀錄，那是我們共同擁抱的榮耀。2018年10月21日下午4點50分，普悠瑪號在宜蘭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脫軌事件，原本要回家團圓的家庭，瞬間被捲入黑暗。出動大型機具吊掛對比21號晚間事故發生當下，脫軌3節車廂呈現 W 型，機電工橫倒，車廂卡進樹叢，歷經1天搜救，扭曲鐵軌已經逐漸拉出，現場持續清理當中。而這輛北向樹林開往台東的6432車次普悠瑪號，總計中段車廂7人死亡，車頭第8節車廂9人死亡，軌道旁也有2名罹難者。2020年，這是一個人類文明被按下暫停鍵的年份。新冠病毒無預警席捲全球，
邊境封鎖，口罩成了臉上的一部分，社交距離將緊密聯繫拉開。看着世界大城變荒涼，全球產業鏈在瘟疫前顯得脆弱，這種恐懼喚醒了 SARS 時期的記憶。2021年，這是個情緒極度複雜且震盪的年代，全台經歷3級警戒，空蕩街頭成了令人壓抑的風景。同時，太魯閣號在清明節再次傳來悲鳴，平安底線再次被擊碎。但在這窒礙難行的寂靜中，東京奧運創下我國史上最高獎牌紀錄。那一面面獎牌，在疫情陰霾下，給了我們最有力的撫慰。2022年，在這個人生步入下半場的關鍵轉折點，我遇見了 ChatGPT。我們這些1982年出生的這代人，生命像是被按下了加速鍵，拼命學習新知識，不斷歸零重來，試圖在一次次科技浪潮中站穩腳步。好不容易在行業熬成了大師，以為終於能掌握一些規律，獲得一些穩定，卻沒想到在突如其來的 AI 浪潮前，累積幾十年的努力與專業，竟顯得如此徒勞且蒼白。我真的很懷念以前那個步調緩慢、努力就能被看見的類比年代。那時候的世界雖然簡單，但至少我們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。